天2顿饭和一天3顿饭哪种健康？一日3餐哪顿更重要？长知识，孙大爷今年68岁了，身体一向不错，可最近他听说身边不少朋友开始吃2顿饭，说这样能减肥延寿。于是孙大爷决定跟着试试。刚开始几天他觉得还行，可过了1个星期，问题就来了。每天晚上孙大爷饿得睡不着，白天精神也变差了，上午还有力气干活，到了下午总是犯困，身体也开始疲惫不堪。孙大爷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可他听说过午不食对健康好啊，难道真的是自己身体不适应？一日3餐到底有没有必要？一天2顿饭真的比3顿饭健康吗？孙大爷开始思考，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对的？吃饭少了反而更累，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适合吗？少吃真的延寿吗？很多人觉得少吃点，少摄入点热量，身体负担就会小一些，自然活得也就更长。确实，有研究表明，减少热量摄入对动物的寿命确实有所延长，这就让不少人产生了误解，认为人类也可以通过少吃来达到同样的效果。甚至有人故意不吃早餐或者晚餐，期望靠少吃来长命百岁。然而，动物实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类的生活状况。首先，动物实验通常是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下进行，动物吃多少、什么时候吃什么都由科学家来安排。而我们的生活显然远不如这些实验条件来的单一。更有趣的是，有些研究发现，人类如果每天吃少于3顿饭，寿命反而可能会缩短。比如有一项研究表明，每天只吃1顿饭的人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上升83%，全因死亡率也会提高30%。而且不吃某一顿饭对身体的伤害也不同。早餐对我们的身体其实非常重要，如果不吃早餐，身体会因为缺乏能量而无法正常运转，久而久之，血糖代谢和内分泌都会受到影响。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有心血管问题的人，风险更高。而不吃晚餐可能会导致晚间的饥饿感增加，许多人为了抵御这种饥饿感，还会选择吃宵夜。更糟糕的是，不吃晚餐还可能让第二天早餐时的摄入量大幅度增加。这种大起大落的饮食方式对血糖和新陈代谢非常不利，长此以往容易诱发三高等健康问题。人体有一套自我调节的系统，通常每隔5到6小时我们就会感到饥饿，这是身体提醒我们该补充能量了。如果长时间不吃东西，身体就会进入节能模式。这个模式虽然能帮助我们短时间内应对饥饿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样会降低新陈代谢的效率，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当然，控制热量摄入确实有一定的好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过度肥胖或存在代谢问题的人来说，适当减少热量摄入是有益的。所以，与其盲目跟风减少吃饭的次数，不如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，合理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。2. 2餐制真的适合现代人吗？现在有不少人对一天吃3顿饭有些疑虑，觉得每天3顿太多，甚至还有人开始效仿古人的2餐制，认为这样更符合健康理念。毕竟，古代有过午不食的说法，看起来古人都挺健康长寿。那我们现代人是不是也能少吃1顿饭，跟着这种节奏生活呢？其实，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现在的节奏完全不一样，照搬2餐制不一定适合现代人。在古代，日常的工作可能就是劳作或手工活，天黑了也没什么娱乐活动，大家基本都是早早休息。那个时候，吃完中午饭，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消耗不大，也不容易觉得饿。到了晚上倒头就睡，第二天早上再起来吃1顿就好。而且当时食物资源有限，大多数人食物摄入量也不算多，2餐制刚好能满足他们的身体需求。但现代人的生活完全不同了，现在的工作节奏快，很多人一天下来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和任务，晚上睡觉时间也大幅推迟了。有不少人经常忙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才结束工作，甚至还会熬夜到凌晨1、2点。错过晚餐的话，到了深夜肚子早就饿得不行了。不少人这时候可能会选择吃点宵夜，甚至吃些不太健康的食物，比如烧烤、泡面或者甜食。即便不吃宵夜，长期处在饥饿模式下，也会让身体产生一些负面影响。比如，很多人因为一整晚不吃东西，
到了第二天早餐会吃得更多，导致胃部负担过重，血糖也会迅速上升。长期如此，不仅容易引发消化不良、胃酸倒流等问题，还可能增加患三高的风险。所以，古人的作息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差别很大，完全照搬两餐制并不适合现在的生活方式。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，三餐制更合理，能更好的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和能量。三，一日三餐哪顿更重要？每顿饭都在我们身体的运转中起着不同的作用。少吃或者不吃某一顿，不仅会影响营养摄入，还会打乱我们的代谢节奏。因此，坚持一日三餐不仅是老生常谈，更是对保持健康的一种科学态度。首先说说早餐的重要性吧。早餐是一天的能量启动器，经过一夜的睡眠，我们的身体在早晨已经消耗了前一天储存的能量。如果不及时补充，整个人会像没加油的汽车一样开不动。另外，空腹时间太久还会让身体在下一餐时暴饮暴食，这样的饮食习惯很容易导致肥胖，反而跟大家不吃早餐想减肥的初衷背道而驰。接着聊聊午餐，作为承接一上午消耗和支持下午精力的关键餐，午餐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。很多人中午因为忙，随便吃点快餐或者凑合一顿，但这样做会让身体长期处在低电量状态。午餐其实是维持下午精力的主力来源，吃得不好不仅会让下午工作效率下降，还容易让你感到疲倦甚至低血糖。很多人对晚餐的态度比较复杂，有些人担心吃太多晚餐会导致发胖，于是选择不吃晚饭。确实，晚上活动量少，吃得过多的确会让脂肪积累，但完全不吃晚餐也不可取。其实，晚餐的重点在于适量和清淡，吃得太重、太油腻确实不好。但适当摄入一些低脂肪、高纤维的食物，既能提供足够的能量，又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，还能让胃肠道得到休息。所以从健康角度来看，三餐缺一不可，每一顿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重要性。如果随便跳过其中一顿，可能会导致身体的营养供应不均衡，还容易影响代谢和体重管理。为了保持身体健康、体重平稳，最好还是规律进餐，均衡饮食。三餐制不仅是一种饮食习惯，更是一种科学合理的饮食方式。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身体状态更好，精力也更充沛。四，少食多餐能减肥。很多人听过少食多餐这个减肥方法，这种想法看起来挺合理，毕竟少吃总是和瘦挂钩，吃得多又让人觉得容易胖。但实际效果真的如想象中那么神奇吗？少食多餐这个概念最初是为了稳定血糖和避免暴饮暴食，尤其对那些吃一顿就很容易吃过头的人来说，分成几次少量进食能有效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热量。不过，这种方式其实不适合所有人，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减肥。但问题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对少食这个概念并没有掌握好。每顿虽说是少吃点，但如果吃的频率太高，热量反而比三餐制还要多。关键在于，少食多餐的核心在控制总热量摄入，而不是单纯的增加进餐次数。所以少食多餐能否减肥，关键不在于你吃几顿，而在于你吃了什么，吃了多少。从生理角度看，少食多餐的确可以帮助稳定血糖。长期不进食时，血糖容易出现较大波动，而少食多餐可以避免这种情况，通过均匀分布的少量进食来保持血糖的平稳，避免暴饮暴食带来的问题。其实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三餐规律、适量进食已经足够帮助管理体重和保持健康。如果想更进一步，可以尝试调整进食时间，比如在早上和中午吃的相对丰富一些，晚餐清淡一些，减少夜间能量摄入，这样能更好的配合身体的代谢节律。少食多餐并不是一条万能的减肥法则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，合理规划每顿饭的内容和时间，避免过度节食或暴饮暴食，这样才能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达到减肥的目的。结语，总结来看，一天2顿饭和3顿饭哪种更健康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答案。科学研究和日常经验表明，一日3餐的规律进餐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是更合理、更健康的选择。少食多餐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血糖平稳和避免暴饮暴食，
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且需要严格控制每餐的热量和食物质量，否则可能适得其反。相比之下，规律的三餐制更易于坚持，同时也能保证身体在一天内获得均衡的营养和能量供应。无论选择哪种饮食方式，核心还是在于健康的饮食结构和适量的摄入。过度节食或进食过量都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。保持平衡，合理安排饮食，才是维持健康和控制体重的根本所在。